嗨，大家好，我是摄影师 JCK。本期视频我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摄影干货。上期视频我为大家分享了 Capture One 和 Lightroom 或者 Camera Raw 的一个对比，总结了这两个软件各自的优势项。感兴趣的小伙伴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可以翻看一下我的上一期视频。这期视频我想在上一期的基础上延伸一下 Camera Raw 的一些高级用法。蒙版运算中的交叉功能，这对于你创作出更具精致感的照片非常有帮助。看完视频，大家如果觉得有收获，还是恳请大家可以3连、2连、1连支持一下都可以。虽然本期视频我想跟大家分享技术，不过我还是想试着把话题扩展一下，就是去解构一下优秀作品的一些特质。当然了，优秀作品是由很多维度和因素构成的。本期视频我想说的是渐变与精致感。这里的渐变大家可以理解为画面中细腻的明暗过渡。大家看到画面中轮播的这些照片了吧？画面中都有着丰富细腻的明暗变化，由此带来了一种精致的高级感。当然了，我不是说高级的照片必须都有渐变，我的意思是合理的运用渐变可以为画面带来一些高级感。下面我把部分作品转化成黑白影调，大家可以更好地观察到它们的细腻渐变。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画面中黑白灰之间的细腻影调变化。正是有了这些明暗的细腻影调，让画面产生了精致感。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用一个实例演示一下我们如何精细地把控这种渐变层次。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案例。我在 Camera Raw 里边，其他的我都没有动，我只是在这里动了一个蒙版，做了这3个蒙版。好，那我重新给大家做吧，我新开一个图层。第一步呢，我们把它转成智能对象，然后打开 Camera Raw 滤镜。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讲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蒙版交叉，大家看一下它的具体使用。好，我为了让这个画面中更有层次感，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分析它的光影，看它的受光面是从哪边。好，我们现在看这个光影，光大概应该是从2点钟方向过来的，对不对？然后从斜上方打下来的。所以我们去做这个效果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从这边拉一个这个效果，对着2点钟的方向，这是阴影的方向。然后我们可以把曝光降下来，看到了吗？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先减去什么？先减去主体，这样主体没有受干扰。你可能说为什么要减去？刚才那个不也符合正常的光影逻辑吗？其实是为了我们更精确的去控制一下。好，我们现在再去拉一个光影呢，也是沿着这一个角度。我在这里去降低的时候，好，假设我们要这个效果吧，你会发现背景也在跟着降低。那你怎么样把这个效果施加在产品上面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使用一个新的功能，在这里点开这个3个点，找到蒙版交叉对象，选择主体。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把它这个更大的这个光线的变化跟这个产品本身做一个交集，然后最后交集的作用对象就是产品本身了。我们选择主体，看到了吗？好，大家看到这个压暗，它就是一个什么带着渐变的压暗，我们不需要再去抠图处理，不需要那么麻烦，也没有什么剪切蒙版呀那些东西，我们只需要做一个蒙版交叉，它就形成了一个很自然而然的这种过渡渐变。然后我习惯性的有时候会突出一下视觉，可以把这个地方再压暗一些，然后减去主体。好，就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所以你发现了没有，就是很多时候一定要善用蒙版的运算，尤其是蒙版的交叉呀和蒙版的减去对象呀，这些它可以帮你营造出很多我们需要用专业灯光才能打出来的效果。好了，我们这期就分享这么一个相对进阶的一个也是很简单的一个功能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如果喜欢的话也继续支持一下我们后面还会继续分享干货。好啦，拜拜。